就有这么一种人吧，就你不找他，他就不会主动找你。就是他既渴望独立空间，又需要被爱的感觉，就既害怕被抛弃，又讨厌被控制，就希望别人认同他，又害怕过多的关注，渴望被爱，又害怕被爱啊，想要不敢要，就总觉得我不配。这种非常纠结又矛盾的人格，其实就是回避依恋人格。回避依恋人格难以建立一个亲密关系，他谈恋爱时会让人觉得他似乎并不在意你，一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就你对他好，他不需要，对吧？你对他不好，他默默的给你减分。他那部分控制亲密关系的感性脑并没有足够的去发展。但是回避型在亲密关系中的短板啊，恰恰是做人的长板。他的情感部分的脑力是缺失的，他的一部分智慧和学习的大脑却疯狂的生长。回避依恋人格一般都是比较聪明、比较睿智的，然后学习能力特别强。超强的学习能力呢，这时候去反哺他们情感上的缺失了。让他在成年之后学会怎么去表现，才能去找到伴侣。因为他聪明嘛，所以他特别习惯于伪装。所以刚开始恋爱的时候，你很难识别他真正的内核是空虚不安的。他会模仿他人恋爱的样子，尽可能的取悦你、满足你，让你享受到恋爱的美好。但是随着这个相处的深入啊，回避真正的自我慢慢就暴露出来了。你会发现啊，他其实并不认同恋爱的那一套逻辑，他的骨子里仍然觉得自己不值得被爱，永远有被抛弃的风险，相爱不过是一场价值交换啊！直到这个时候你才意识到，他的不稳定不是因为他本身真的具备给人足够安全的能力，而是他伪装出来的坚强而已。这种人格内在小孩没有真正的长大，比如他忽冷忽热，不是段位高，也不是吊着谁，其实根本原因是情绪不恒定，像个孩子。所以很多人以为回避依恋是一个一如既往的冷漠，其实不是啊！你仔细回忆一下，他其实有很热情的时候，当你主动跟他交流，他能感受到你的这个善意，有安全感，他就会打开自己的社交开关。然后在亲密关系里，这种人格一般都是被动等待着一个焦虑型的伴侣伸出自己的橄榄枝，然后自己就可以变成一个正常人。但是如果你不去伸这个橄榄枝，对方也绝对不会走出自己的防御屏障，将自己置于危险之中。这种防御机制是一种很好的保护色，让他戴着人格的面具去恋爱啊！当你以为你看见的是真实的回避，其实只是一个伪装后的回避。就为什么回避型会有这么厚的一个自我防御机制？因为他们通常是生长在一个情感教育比较淡漠的家庭里边，父母他是习惯了忽略孩子的需求啊，或者打压孩子的欲望，然后孩子是极少在父母身上得到肯定和认同的，所以形成了自卑感的一个性格，没有办法正确的客观的看待自己啊，总是觉得自己不行不配，没有能力经营好这关系。你就比如说吧，一个孩子他在幼儿时期获得一点小成就啊，兴冲冲的告诉父母，希望父母的嘉奖，这时候父母不但没有给他想要的支持，反而会批评他自傲自满。这个时候这个孩子积极性被打击了，他之后就会不自信，然后减少这种主动的探索，并且他潜意识里会认为自己这样就是错的，主动去表达自我他是得不到正确回应的，主动去索要情感需求的满足是错误的。这样的观念深入到了一个人的潜意识里边，他不得不长久的去否定感情和情绪的价值。那么他长大之后进入亲密关系了，他会沿用这个模式，不会主动表达自己需要什么，总是被伴侣猜忌。就他从父母身上学到的经营亲密关系的方法就是忽视和情感隔离。所谓的情感隔离是什么？就是你的喜怒哀乐跟我没关系，他觉得你发脾气或者你喜欢我，你的事情，不是我应该对你负责的事情。一如小的时候他的养育者对待他的态度，就很多时候回避不能去包容情侣的情绪化，并不是他不爱你，而他擅长用情感隔离的状态去分析对错。他本身的情感隔离就是保护他自己不受到更多的伤害的一个防御机制，但同时呢，他压抑了他本人的情感元素的成长，比如说共情力啊、理解力的或者极大情感受挫的这个能力，在回避身上这些东西都是不足的。所以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像一个盲人小孩，根本就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伴侣来势汹汹的情绪和指责。他第一反应就是逃。深究他成长的原因啊，你会发现回避型他从小就是这么一个处理冲突的，就当他被父母否定的时候，他要选择无视父母的情绪，安慰自己说他们过一会儿就好，那么他就可以免受情感上的二次伤害。这种办法就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的钥匙，让一个回避在恋爱里屡试不爽。所以你会发现啊，回避常常看着你发飙无动于衷，不管你多痛苦，他好像都不能感同身受。但是过后呢，这又渐渐的像个没事人一样继续跟你交往。然后焦虑型的伴侣就特别不能理解，觉得回避型这样的表现很假，本质上他内在是早有创伤的，后期的这些冷漠都是他不愿揭露自己创伤的一种处理方式。那怎么去跟回避相处？特别简单，接纳他心里有一个没长大的小孩，学会带领这个小孩就可以了。我们每个人心里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父母，父母去满足一下孩子的需求，孩子慢慢就会长大。回避型只是看起来自我，可你只要教会他怎么主动去重建自己的内在世界，那么他一定会让你收获一个特别真香的伴侣。